看我干嘛？我跟李姐提辞职了，李姐说我太天真，你觉得呢？因为酒局的事吗？我申请留校当助教的时候，也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待遇。我愤怒过，也争取过，但不公平不会因为我一个人改变。这些你领导一定也都经历过，他深知无力改变，才会觉得你天真，但这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要经历的，不算天真。舒老师，我未来的每一步你都要在。昨晚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好像是舒老师接的。李姐，今天你到摄影棚打下手，杨离同意合作了。他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同意的吗？你不知道？这谁啊？风格有点像我妈那辈的人，可能是工作上的人吧。怎么还不理人呢？小江上，我这。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？这都是我团队的人，你可以认识一下。还早吧？那你去帮我买点咖啡。这里除了我工作室的人，还有摄影棚的原工作人员，你记一下人数和口味。给你转账了，记得收。啊？原来早上加我那个人是他呀。杨老师，你喝什么？意式浓缩，不加糖。姐姐，你呢？热拿铁，谢谢。好的，姐姐。现在大学生嘴都这么甜吗？挺会来事儿一小孩啊。我当年要是有他这情章，也不至于。要不是没有正经公关，也不至于绯闻满天推飞。杨姐看人的眼光一如既往。少彩虹屁。林姐，热拿铁。然后是杨老师的意式浓缩。你这么快就能记住所有人的姓氏和要喝的咖啡品种？我从小就比较会死读书，在咖啡店那半小时没闲着，靠认人的特征背下来的，其实已经很厉害了。好，收工。杨老师，钱还有多的，我转给您，留着吧，算交通补贴和餐补，晚上去吃点好的。居然有这么好的公司，这么大方的老板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还有2个月，我就可以和舒老师谈恋爱了。舒老师，这么开心？我请你吃烧烤。我特意算了距离，走过去10几分钟，临江那边有美景。好。你觉得我能在深城坚持下去吗？可以，你适应能力很快。只是这样吗？我是说在这里没有你。如果只论工作环境，我很喜欢杨离的团队，但不管是跟着他到处飞，还是留在深城，都离你太远了。所以我还是有一点点犹豫。我想等论文答辩之后再给他答复。你自己的想法吗？其实你自己想清楚就好了。舒老师，你微信头像是你自己吗？对，高中的时候吧，一个喜欢摄影的同学给全班都拍了，说是留纪念。我觉得好看就留着做头像了，差不多10年没换过。舒老师，我再给你拍一张吧。舒老师，这样感觉是经历了你的18岁呢。我的18岁啊，我不想再经历一遍了。为了生活拼命撑起的担子，终于可以放下了。现在刚刚好。舒老师，
好想光明正大的亲你，在人来人往、充满意境的地方，周围会是掌声和祝福，而不是压在你肩膀上的条条框框。舒老师，我们江城见。江城见。快点结束实验，早点回江城。你想去杨雷那儿工作？你们之前找关系把我塞进公司，又是请吃饭又送礼的，我就这样换工作的话，你们会不会不高兴啊？傻孩子，有什么不高兴的？你有自己的想法是好事。从小你都是特别无欲无求，我俩给你什么你都接受。我就担心有人追求你，你也这样，人家一追你就答应。你要去深城的话，那些家具也还能用上，爸妈开车给你送过去，不麻烦。但你要想清楚，要是坚持不住了，就回家来。但我们不会再帮你找工作，以后都要你自己努力了。我知道的。我们俩找关系什么的，你倒是不用担心。就算没有你，我们也要跟人家维系关系的。能让你找到目标也是好事啊。妈，要是真的去了，我肯定很想你。到时候最想的可不一定是我啊。我明天得回校拍毕业照，后天开始论文答辩，我还不知道我被分到哪天呢。那明天订个酒店吧，省得来回麻烦。好。舒老师换头像了，是我拍的那张。姐，你回来怎么不叫我去接你？打车方便。沙发上有衣服，你试试。你给我买衣服了？哼，我现在就去。你自己熨烫，毕业答辩那天穿。姐，你等一下。我兼职赚的钱不多，就只买得起这个。姐，以后你什么都不要让给我了，你喜欢的，我也喜欢的，我们就买双份。如果只有一份，我让给你，行吗？对不起，我以前不知道，如果不是他，我可能一直都不知道。我不喜欢他了，姐，你跟他好好的，也别跟我分家，行吗？笨，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还能不要你？我只是怕你觉得我给你的太少。姐，没有人比你对我更好了。知道了，不要想那些没用的，好好准备毕业答辩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回江城了吗？刚回。你赶紧来学校吧，你管的实验室出事了，一个学生炸碎了玻璃，身上还有几处烧伤，人现在还在医院呢。姐，你去学校啊？送我一趟。谁进了实验室？一个本科生，叫陈中子，
你认识的吧？我没有允许厉许他进入实验室。可是实验室的钥匙只有你有，现在他家长找校来了，你得给人家一个解释，为什么你管的实验室会发生爆炸？你走之前到底有没有仔细检查实验仪器？我知道，我马上到。办公桌完全没有被翻找的痕迹，说明来拿钥匙的人一早知道我具体放在哪儿。姐，问过了，大叔说没人来借过钥匙。姐，这都很牢固，应该不是爬进来的。我去系主任那儿，你找家锁店检查一下这把锁。你自己可以吗？放心吧。进来。你赔我儿子！这位家长，你冷静，有话好好说。事情的起因经过还没调查清楚呢。怎么不清楚？就是他害的我儿子。妈，我老师逼我去实验室，还说不去就让我延备。那些个实验很危险，我真的不想去啊。听到了吗？这是我儿子昨天给我发的，要不是你威胁他延毕，他怎么可能冒着危险跑实验室去？延毕是因为他挂了至少3门课，态度不端正，以及迟迟没有把期末作业和论文交给我。我让他利用空余时间去本科生实验室把实验做了，他趁我不在违规进入研究生实验室，是我要找他算账。你是想害死我儿子是吧？行了，你少说2句。我们先去医院看学生的情况，其余的稍后再说，行吗，2位？我要先去实验室。主任，你听到了吧？他一个老师就这种态度。实验室里有别的学生的毕业设计，要是毁了，你负责吗？舒老师，实验室……别急，我看看。你们的东西有损毁吗？有，我的 B 份烧机，还有我做了一半的实验记录都没了。你们先暂用别的实验室，实在没办法完成，我会跟学校申请，多给你们一些时间。不要气馁，第2次做完整性会更高。电脑上保留了记录的可以发给我，我保证肯定不影响你们毕业。帮我和弄弄解释一下。舒老师，你没事吧？我有点担心你。舒老师，姐，锁店的师傅说有被撬过的痕迹，我录视频还拍了照片。知道了，你送弄弄回去。我们仔细清理过现场了，在残油物中发现高锰酸钾、甘油、硫化物以及一些有机棍混合。具体的，我想你作为化学老师比我要清楚。这些都是实验室里本就有的。有的，研究生的实验室里危险试剂会比本科生实验室更多，所以使用时基本都会有老师在场，或者研3学生带领，研1、研2是不允许单独使用的。钥匙是你管的？对，就一把。因为我出差，钥匙就放在办公室里。陈中子打电话给我申请过，我没同意。我还帮他申请过别的实验室，但他没有去。那他是怎么进去的？锁芯有敲动的痕迹，我办公室走廊上有监控，我想应该有人查过了。
舒老师今天早上人在哪里？今天早上的飞机从申城回来，我放钥匙的位置只有我带过的研究生知道。因为这个事比较严肃，我是严令禁止外传的。陈中子怎么知道的我不清楚。5、6个学生的必修都被毁了，我希望学校能多给一点时间，不要影响他们毕业。你放心，这个自然。这件事可以不通报吗？我们私下处理，以免影响到学生。我们老师也要思考一下，是不是对学生的关心不够？为什么这个叫陈中子的学生会挂3门课，还在明知实验室危险的情况下偷偷摸摸溜进去？不好了，有一批记者堵在学校门口，说要采访舒老师。不是说不要外传的吗？哪儿来的记者？各位看看新闻吧，你们想把消息压下去，那陈中子可是拼命的要把事情搞大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是舒老师非要我去，他还让我不要耽误别人的时间。你也能教出这么蠢的学生啊？我原话不是这样，那确实不是，我能作证。他给舒旭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好和他在电梯里。你这2天还是不要上网了，等风波过去。叫舒旭出来负责！你在这儿待着，我去处理。现在不是你逞强的时候。这件事的确不是舒老师的错，我们管理实验室的机制是有问题的，这个我们要进行自我反思。从下学期开始呢，我们大1的新生要增加素质教育课，把这件事当成反面教材传达下去。今晚我们就发布声明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。但这2天要辛苦舒老师了，麻烦舒老师先把实验室交给秦老师管理，他会暂代你的职位，等风波平和，舒老师再回来吧。明天大家去看看陈中子，安抚一下学生家长，但他偷盗在先，不能姑息，可以态度柔和，但必须坚定。这次造成的事故不小，必须严惩，才能还舒老师一个清白。我接受学校的处罚。你还好吧？能接受。这老师当得够憋屈的。说实话，老师不适合你。你之前做老师是为了有时间照顾你弟，现在不用了，考虑换份工作吧。申城的实验室其实很适合你，他们也跟我表达留下你的意愿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工资是这儿的几倍。现在换工作不就默认是我的错了？那就等给陈中子的判决下来。你根本就不喜欢当老师，大学的时候你连上台都不喜欢。妥协10几年了，以你的才华，外面随便一个实验室都会把你当祖宗一样供着，不要当受气包了，行吗？更不要一辈子困在江城这个小地方。你还不到30，你有勇气在17岁的时候承担起养你弟弟的责任，没勇气走出去重新开始吗？谢谢。舒老师，我没事，还没休息吗？刚刚在背答辩的稿子。背完了吗？背完了。这么厉害。舒老师，你在哪儿？我来找你吧。你哪天答辩？后天下午。你在哪儿？我来找你。好。舒老师，你可不可以跟我说说？没事，暂时停职而已，没有别的处罚。保不准等回去了，还要给我发一笔丰厚的奖金。不要担心我，你专心准备答辩。你答辩那天早上我来找你，有礼物给你。好。你上去吧，夜里挺冷的。舒老师，我今晚不能留你一个人，或者你想不想喝酒？他们说一醉解千愁，我陪你喝酒吧。你会喝酒吗？不会，但我想陪你。可是我也不会喝酒，等你答辩结束吧，你再陪我喝醉。好。舒老师，那今晚陪我吧。如果你不开心，
我哄哄你。怎么会有一个小姑娘对我这么好？此时我觉得，如果她真的离开，我好像接受不了异地恋。她连换工作都要问过我的意思，我是不是也该认真的想一想和她的未来，换一份能离她近一点的工作？早点回去休息。一步一步吞噬着我的心，爱上你，我失去了自信。今天我们学校一部分学生答辩，很重要的一个日子，事情也比较多，我长话短说。这件事呢，我不希望再闹大了，麻烦舒老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吧。今天凌晨，一个学生匿名塞进我邮箱的，他举报这个学生和你关系匪浅。我应该说什么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解释你和这个学生的关系。这是他2次交稿的论文，前后质量相差非常大，第2份完全达到了本科生优秀论文的标准，和你没关系吗？有任何规定不允许我教他改论文吗？我弟的论文是我教的，我学生的论文也是我教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现在是在逃避问题，为人师表，你和一个还没毕业的女学生有说不清楚的关系，你还配当老师吗？去把这个学生叫来，如果舒老师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只能取消他的毕业资格。因为一个纯粹嫉妒的举报吗？这种事情到毕业季发生的少了吗？好了，不是什么大事，舒老师你只要说明你是怎么认识这个学生的就可以了，这不难说吧？你现在自顾不暇，就别隐瞒了。各位老师好。由于你的论文真实性存疑，我很遗憾地通知你。够了，他是我弟的朋友。你早说啊，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既然是你未来弟妹，那你教一下是应该的，这个没问题吧？但还是要这位同学证明论文完全是自己写的，麻烦把你自己收集的论文数据给我。好了，没问题，你可以走了。谢谢老师。举报的人是不是该有惩戒？这个自然，我们回去会严格教育这位同学。舒旭，你别意气用事。这个老师，我不当也罢。回去准备答辩吧。你回去吧。那一刻，他在想什么呢？是后悔和我过分亲近了，还是对老师这个职业感到厌倦了？是后者吧。我认识的舒旭，从来不会去怪别人。抱歉，我现在心情不是很好，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。我刚刚说的话很荒唐。我知道，没关系。明天加油。舒旭，大伯，你好，我是舒旭。哦，你好，我姓刘，叫我小刘就行。姐，先点杯咖啡。不用，开价格吧。我们这边一致的价格是200万。我问过邻居了，500万。你别太贪心。那就不谈了，我也不缺这点钱。别，是500万。房子是在姐你一个人名下，对吗？我们这边拆迁款半年左右就能下来。小刘是吧？我看起来很蠢吗？既然没诚意，就不用谈了。
但是合同作假、伪造，我都可以追究你的责任。别啊，姐，我错了，是你大伯，他说可以让我吃到回扣，我一时鬼迷心窍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拿出证据，我可以考虑会和你重新谈谈。有的。大伯，我敬你是长辈，没必要吧？爷爷给你留了2号房，后来1套拆迁，你拿到了一笔不小的拆迁费，我爸没算计过你吧？你就这么见不得我过得好吗？你跟我装什么呢？这房子是留给你的吗？那是给你弟的，你弟蠢被你骗，我可不会。500万你能分到200万，不错了，知足吧。剩下300万我存着，以后都给你弟，那是给他结婚生子的钱。那我告诉你，这钱我1分都不会给他，我会全部花掉。钱一到我就去环游世界，不花完不回来。酒味我很不喜欢，但一口一口灌下去，突然就没那么郁闷了。舒老师，你还好吧？舒老师，不是说等我答辩结束，让我陪你一起喝的吗？答辩怎么样？过了，最终版本我已经修订完，查率也没问题，纸质和电子版都交了。老师通知我下周去办理离校手续。舒老师，我再陪你喝一次。现在算是毕业了，对吗？我以前很讨厌酒精，记忆里爷爷喝醉了就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没用。那时候我不讨喜，没人帮我说话。爷爷葬礼上我没掉一滴眼泪，我用了很久才接受，根本没有人爱我。后来舒婷出生，全家人的注意都在她身上，但我发现她也爱我，我就想哪怕未来苦一点，也要把她带在身边。现在第2个人出现了。NoNo， 我想要你。我开玩笑的，我可能昨晚喝多了，如果冒犯到你，不冒犯。我说过，我是你的，你想要就要。NoNo， 舒老师，如果我可以你开心一点的话，我会很开心。舒老师，我去洗澡。好。你要等我。舒老师，好装哦。还装吗？乖。舒老师，洗澡还是继续？继续。好。谁下的那么深，下的那么认真，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。舒老师，吵醒你了。在等你。累吗？一点点。那还能听我说话吗？你说。我打算辞职。为什么？
因为举报的事吗？可是我毕业了，没有人能再举报我了呀。他举报的不是你，是我。就算没有举报这事，我也要辞职的。老师这个职业太容易被人盯着，学生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不论原因，都是我们的错。我们还必须成为所有人的表率，不能有一点私心。可我是人啊，但我手底下还有几个研究生，我想带他们到毕业。如果你想跟着杨离，就去。等我结束这边的事，我就去申城找你。真的？真的。今天和室友约好吃饭，我们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了，不好推掉。之前和你说的礼物，给我买的。可是我和室友吃火锅，穿西装不好吧？那就留着。好。你等我回来，我给你带好吃的。路上小心。乔乔，快老实交代，你和舒老师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就舒老师说陪我去申城，我打算好了去杨瑞的工作室。你可以啊，才几天就拿下舒老师了，他看起来好高冷的。昨晚亲我的时候倒是没多高冷。哎，你不是说你被举报了吗？你知道是谁干的了吗？上次隔壁宿舍那群不要脸的偷溜进我们宿舍藏电器，害我们被扣分。我们几个连夜写了那么多投诉信，哪有人理我们？怎么这回有人一投诉就成功了呢？特别是舒老师昨晚那句被举报的是他，或许有没有可能不是同学举报的？论文指导老师不会把我们的论文给别的同学看，我又不考研，谁会那么闲着举报我？应该是哪个老师吧？有道理，肯定有老师嫉妒舒老师。咱们学校的化学系一直输给江城大学，他们又正巧发生爆炸。咱们学校化系的老师有没有认识舒老师的？还真有一个，马潇凡比舒老师大3岁，也是隔壁江城大学化学系毕业的，和舒老师同一年毕业。你认识我们学校化学系的马一凡老师吗？认识。你是不是想问我是不是他举报的你？你能猜到，我姐也能猜到。这事儿你别管，那是我姐跟他的恩怨。因为争抢留校当助教的名额？不止，我姐是直博，学校直接内定的名额，她是自己考上去的，半个关系户，觉得给我姐名额很不公平，就一直找我姐麻烦。但我姐成绩优异，最后学校留了我姐，她是彻底记恨上了。知道了，谢谢。下周办完离校证明，我就要去申城了。我有点担心舒老师，可是我们帮不上忙。谢谢你们为我操心啦，这顿我请。等一下麻烦你们陪我去趟眼镜店，我想给舒老师买个礼物。忘记跟你说了，鞋柜的抽屉里有备用钥匙，你拿一把去吧。舒老师是希望我过来住吗？是告诉你，你可以随意进出。哦，舒老师，礼物。什么？200度，没错吧？舒老师，帮我戴上。把眼镜摘了呗，这样看得更清楚。你
你什么时候买的？中午点外卖，顺便下单的，会吗？帮我。不会，也挺好的。舒老师，是不是和戴戒指一样？给人戴过戒指吗？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没吃过吗？那昨晚是……舒老师，你嘴好毒！你亲的时候怎么不觉得毒？那还亲吗？亲的，但在这儿合适吗？这是我家，我的地盘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快点，别掉下来了。弄弄，不专心。在想什么？你以后会不会来到这里就想起我？不会。哦，不需要来书房才想起你。我最近经常想起你。舒老师，现在是在跟我表白吗？不是。以前舒旭会抱着我安慰我的，怎么现在转头就出去跟人打电话了？哼，渣女。弄弄，毕业快乐。你什么时候订的花？你回来敲门的时候，记着，说情话不算表白，送花才是。舒老师，弄弄，其实顺序不对，我应该先给你送花的。最近发生了很多事，但这些都不应该是理由。我和你道歉，这束花是毕业礼物，也是道歉的礼物。我没生气啊。我知道，你从来不生我的气，我才想要欺负你。我答应过你，等你毕业我就考虑我们的关系。说实话，我没想到自己会弄得这么狼狈。我也答应过你，如果和你恋爱，就陪你去见你爸妈。如果只是我们两个人的事，我会毫不犹豫和你说喜欢。但我现在好像不太适合去见你的父母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能不能在……我不急的，你不要担心我，先处理你自己的事，等你准备好，我都可以。我爸妈留了一套房子和2辆车，老房子要拆迁，大概是500万，其中有一半是舒婷的，我会留给她。那2辆车很旧，基本是报废了，不值钱。他们留下的存款差不多30-40万，加上保险200多万。为什么跟我说这个？让你了解我。我个人房产就这套，因为是学区房，要舒旭一直在升值，价值1000万。我这是傍到大款了。我年薪稳定在100万。多少？不是，大学教授工资有这么高吗？基本工资是在7-8千左右，我有科研经费和一些讲座类的副业收入和各种补贴，主要是做科研研究，理工科的教授普遍会高一点。我是近2年才达到这个薪资的，刚离校的时候月薪就3000，而且那个时候我要养舒婷，钱不敢乱花，就一直攒着。这套房子我买的时候是贷款，动用了爸妈留下的钱，不过我养了他那么多年，我觉得动用一点是应该的，所以这套房子我不会算他的份儿。哦，我高考分数挺高，好几个学校抢我来着，给了我一笔奖金，20万吧，还免了我学费。你在听吗？你说，其实我前几年都在还房贷，工资高了之后才一次性还清的。我名下还有几辆车，都是全款，所以我存款不算特别多，大概也就……好了，不说了。舒老师，这种事不要随便跟别人说，我对数字不敏感。
你今天跟我说了，我明天就会忘。就算我们在一起，这也是你的隐私，是你靠自己的努力换来的，和我没关系。那舒老师说了这么多，我也告诉舒老师吧。我没存款，我爸妈还倒贴我。看得出来，我以后会有的。都会有的。终于慢慢的熟悉了，世界只剩你和我，只有早点休息。晚安，舒老师。在学校吗？在，你现在过来吗？校门口等我吧。你在外面等我。舒旭，是你举报的我吧？谁有空举报你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。同学5年，你知道我不喜欢跟人交恶。这2天被困在家里没事做，一直在网上看论文，一个不小心呢，看到几篇疑似雷同的。我在想，如果我也举报的话，你说谁呢？放心，我没你那么贱，但你不要再惹我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喜欢女的。你本科的时候和你班那个叫秦如霜的谈过吧？早都传遍了。要不是你有点脑子，学校怎么可能留下你这么个祸害？你谈女学生的事儿一旦被抓着把柄，整个江城大学都得蒙羞。那个叫秦如霜的走了之后，你就没和哪个亲近过？原来是喜欢比你小的。我告诉你，你骗得了学校，骗不了我。你去举报我啊！咱俩大不了就是鱼死网破，看看谁的名声会更臭。哦，你也不怕，反正你现在的名声够臭了。你觉得我在乎名声是吗？我管你在不在乎，你举报一个试试。好，那就试试。我听到了，抱歉，追你那几年我有点张扬，跟你没关系。这事从头到尾都是马一凡在找事儿，感觉学校还是对你存疑。你当着那些多领导的面说那小姑娘和你弟弟的关系，他没跟你生气？没有。怪不得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请你同事吃了2顿饭，套出了这个人，又顺便跟你学生打听了一下，托朋友一查锁定他，就想来看看是个什么样的人，这么猥琐。不过你为什么跑过来威胁马一帆？不是你会做的事呢？我就是唬他的，我也没他把柄。不过他这几年发表的论文的确有点问题，不像是他本人写的，但我没证据，只是猜测。如果确实不是他写的，他就会因为你说的抄袭去怀疑给他代写论文的人，那么兴许就能找到一点线索。但愿吧。走了。我想学公关，你现在可以教我吗？想帮你那位老师澄清是吧？等给陈中子的判决下来，太久了，就算清白了，那些骂舒老师的人可能都不会记得他们冤枉了舒老师。其实有个更简单的办法，我把我工作室的微博账号借给你，你只要发一句他是清白的，我的粉丝就会用强大的调查能力还你的舒老师一个真相。那会影响你，这事不应该再牵扯到别人了。你这小孩还挺有原则。第一步，收集相关证据，然后砸钱。先找几个营销号大幅度宣传这事，把热度再搞大一点，然后买水军发布证据，把大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他的学术贡献上。第三步，继续砸钱，开始铺天盖地的营销他的成就，比如他在上课的照片，有颜值有智商的美女教授，这种标题一出来，他就赢了全世界了。只能靠砸钱吗？你可以跟我借啊，这点钱算我投资你的。我觉得我不能还没为你工作就借你的钱，借了钱你还会借工作室的人手给我，那欠你太多了。那就先利用你们学校的论坛、表白台之类的，只要有学生站出来，慢慢的就能把消息传开，但不一定有效果。我先试试，谢谢杨老师。多渴望化成
还没正式上班，就这么忙吗？事情比较多嘛，舒老师。我明天去公司，你要是没事的话，能不能到我公寓陪我？我明天是打算去一趟医院，再去学校。那你晚点来也行，带2套衣服放我这儿备用。你那儿不是要退租了吗？陪我住几天嘛，我这儿离学校远。明天晚点儿。走之前，每天都想和你待在一起。可以。可是我要在走之前把科目2考了，我到时候还得抽空回来考科目3范和科目4。如果科目2能顺利通过的话。你答辩过得那么顺利，驾照也一样的。舒老师，是不是又想戳我？还不困啊？舒老师，你这语气是嫌弃我了？没有。那你明天来的时候还要给我买花？好，给你买。把你抽屉里的东西也带来。No， 舒老师，如果你不在我身边，我真的会很想你的。我刚和杨黎打电话，他说下个月他要进组去海城，至少3个月都不会回深城。等你来找我，我也见不到你。如果我们很长时间都见不到，你会后悔放弃现在的一切来找我吗？和你在一起，不是冲动下的决定。我知道啊，只是之后1年，我都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个城市生活。我很牵挂舒老师。舒老师，你也不用那么快做决定的。我觉得你现在是有一点生气，还有一点难过。等一切都恢复平静，你再重新选择。我希望舒老师对未来的决定也是有利于自己的。舒老师有想做但还没做的事吗？有，就想休个假。那舒老师把这几天当成休假吧，我带你去玩。好啊。警方应该已经来调查过了，等他出院，刑事责任肯定少不了。我提交了证据，你们对记者说的那些是在损毁我的个人名誉，如果我追责，他的处罚还要加重。所以我劝你们客气一点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们污蔑你了？难道不是你让我儿子一大早去实验室的吗？我的原话是这样吗？我给你一次机会，和你妈妈把话说清楚。就是这样。我说的是去借用本科生的实验室，以及如果正常时间借不到，就利用半夜凌晨的空隙，我可以帮你和本科老师协调，对吗？你就只让我利用半夜凌晨去实验室，是你没有说清楚。我找你借钥匙，你又不在学校，我只能自己借用啊，不然等你回来让我延毕吗？我和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在一家5星级酒店的电梯里，电梯是有监控的，我已经联系他们调监控给我了。以及当时我身边有一位在学术界很有权威的化学教授，我说的每一个字他都听得清清楚楚，他会帮我作证。舒老师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别追究我的责任，我不想坐牢，求您救救我吧，求你。站起来说话。你不原谅我，我就不起来。我儿子都这么求你了，你怎么那么铁石心肠啊？他都被炸成这样了，说白了还不都怪你，你就应该确保他实验做完了再出差啊。人可以犯错，犯错了可以流泪，可以流血，但不能不知悔改，还亲自自己的尊严。如果我辞职，留你一个人在江城，你没问题吧？因为乔弄西吗？姐，你完全不用考虑我，我是个成年人了。我问你是不是因为乔弄西，是想跟你说，我希望你能多为自己考虑一点。拆迁款的事，我听大伯说了，我知道你会分给我，但我想拿那笔钱支持你重新开始。我没到需要你支持的时候。哦，那就当做我给你的嫁妆。嫁妆？彩礼？我先给你攒着吧。你高中毕业的时候，学校奖励了你一笔钱，当时你同学约你去旅游，你很想去的吧？那个时候你放不下我，现在这笔拆迁款不是刚好吗？都过去那么久了，提这个干嘛？其实我那时候偷看了你的同学录，我不是故意的啊。我看到你写的是不想还没看过这个世界就被困在小小的江城，可我走不出去了。其实你成年之后我也想过，但那时候太忙了，想着以后会更忙，就觉得算了。
你找我？他们都是舒老师的学生吧？对。我在江城大学的学校论坛上发了澄清帖，还有各种功能墙，我都发了。能不能让舒老师的学生帮忙顶顶贴啊？舒老师什么样，他们最清楚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来的路上才发的。你说的，他们很清楚舒希什么样，不用我说，他们也会帮舒希澄清的。只是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带头而已。我特别想让舒旭知道，很多人爱他，我还想让全世界都爱他。喂，等下让人以为我欺负你。我知道秦老师也有帮忙，谢谢秦老师，我走了，麻烦您别告诉舒老师。每次和乔弄西接触，我都觉得舒素选乔弄西是正确的。没有什么可遗憾的，我也该开始新生活了。没完了还？去把门打开。舒老师，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？放心，我一定带你们到毕业。有几个学生的闭塞被毁，我是来帮忙的，正好我忙不过来。谢了。舒老师，舒老师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杨离说多给我半个月的时间，让我把驾照跑完，直接去海城找他。他说当他的助理起码要会开车，这样我就能在江城多陪你半个月了。好。买的什么？不辣的酸辣粉。舒老师，你平时看综艺吗？不看，不知道笑点在哪儿。那电影、电视剧呢？有喜欢的类型吗？我看新闻比较多。你要的东西在我包里，帮我拿过来。站那儿，自己找面墙，扶好。这样扶不稳啊。等会儿要用的，别麻烦了。咬着。弄弄，乖。舒老师，笑一下吧。为什么？就表达你很开心啊。表达开心，不是只有这一种方式。懂了吗？舒老师，你不洗吗？不喜欢泡澡。过来。舒旭。舒老师，我来吧。我以后会买个超大的浴室。只买浴室啊？大房子加超大的浴室。那你加油。在看什么啊？论文，每天都有很多新的文献诞生，不看不学习，就等于退步，会跟不上。那我是不是也该去了解一下娱乐圈啊？你先把驾照拿到手吧。大家科目2是不是学不会，总是挂？
别全信短视频。你不是在看论文吗？听到了，觉得不对。你边看论文边听我的视频吗？我吵到你的话，我去拿耳机。这种不用脑子的东西吵不到我。你上学的时候应该不是学霸类型的吧？我不是吗？你这种我们一般称为学神，和学霸有本质上的区别。那你算学霸吗？算吧，但我那时候比较差的是理科，不喜欢复杂的运算，也不喜欢各种试剂的混合，觉得危险。看得出来。舒老师，我会被你打击的，你重新说。每个人都不一样啊，你的处事能力我也学不来。和我说说你是怎么能在和人相处1-2个小时就迅速混熟的？这个嘛，我们家喜欢热闹，经常和亲戚朋友聚的，对长辈肯定要嘴甜啊。从小我爸妈都会教我，我爸是管理层，夹在中间不上不下的那种，既要对付上司，又要管好手下的人，就少不了跟两边沟通嘛。我妈是做人事的，经常遇到一些奇葩的人和事，她回来会当笑话讲给我听，还跟我说以后工作当个正常人就好了。那舒老师的审美是从哪儿来的？你买的衣服都好看，连给舒婷买的也高级。以前我们系又忙又容易脏，我基本都是黑衣黑裤，就很普通的宽松的那种。当老师之后，不想太固定，容易被学生贴标签，就老古董之类的，就有搜一些穿搭方面的帖子。为了实验，我特意先给我弟买的，给他搭了一阵子之后感觉还不错，才开始改变我自己的穿搭。实验品啊，算是吧。舒老师，你真的能做到一心二用吗？怎么？想试试？玩够了吗？No， 怎么了，舒老师？舒老师，我傍晚回来，你记得等我吃晚饭。好。学校做决定就可以了，我听从安排。但有一件事，希望学校能还我个公道。你说，我尽力而为。隔壁江科大学举报我的马一芬马教授，在校期间没少找我麻烦。竞选留校名额的时候，他还威胁过我。主任您都是知道的。他这时候落井下石，学校甚至允许了。主任您说，这个当然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肯定给你解决了。3天。要不咱面聊？你在哪儿呢？不好意思，主任，我晚上约人了，您慢慢处理。3天以后给我答复就可以。什么约都可以推的嘛，哪有这事重要？不，我今晚要吃火锅。舒老师，怎么突然买花？你说买花是告白啊？都要搬走了，你还买一个花瓶？还有半个月，1天也是生活。好，来吧，洗手吃饭。你还说我买花瓶，你这个锅更重吧？1天也是生活。舒老师，模拟怎么样？没过。挂哪儿了？ S 环把能踩的线都踩了一遍，教练还问我是不是属蛇的，这么能钻。看不见线吗？而且那个路坑坑坑洼洼的，方向盘一不小心就打多了。不急，先吃饭，一会儿教你。这里，进去，左转，方向盘不要打多了，看到这个点位，转回方向盘。等你拿到驾照还是要练的，但开车更多看车感吧，多练遍就好。先过关再说。记住了。棒。其实你可以去打游戏的，我不爱看电影。
可是我想和你待在一起。我陪你玩会儿。你会打游戏？偶尔。你平时玩什么？术速、扫雷。有没有不是单机的？就看我弟玩过，喊得挺大声的，来来回回就2句，一句有人，一句烽烟。哦，他带我打过。经常一起玩游戏。就刚开始，后来他说喜欢我，我就没和他打过游戏。为什么？跟喜欢自己的男生打游戏本身就有暧昧的意思，我只是觉得可以和他接触，没有要和他暧昧。舒老师，要不我带你打？下载一个吧，但我从来没玩过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这也排的也太整齐了吧？要不我给你建个游戏的文件夹？不用。哦，舒老师啊，你也不怕我拿你身份证去干坏事？你能干什么坏事？比如用你身份证借点钱什么的。可以，你去借吧，我会还的。舒老师，你这样有点恋爱脑哦。没有吧，只是有点小钱。好拽哦。没事，我还钱，你还我就好了。还你什么？那现在就还你吧，钱以后再跟你借。不是要打游戏吗？晚点再打了。舒老师，看着我。跟你说啊，这马一帆可不正经了，没事就跟女学生打游戏。我找化学系的朋友随便一问就要到他的账号了。我时间不多啊，你跟他说4v4。你和你朋友做了什么？什么？马一凡，你找他麻烦了？我就在游戏里打他了。